大家好，欢迎大家来选修这个爱情关键救援16小时家事事件实务。我是蔡老师。那我个人所负责的部分是涉外民事跟家事的这个部分。好，那要谈到涉外民事跟家事的这个法律问题呢，有一些非常基础的法学知识，我们必须要先跟各位来加以介绍啊，因为这个是了解现代涉外民事、家事的理论跟实务所必须要具备的基础知识。我先从2个案例来跟各位介绍。基本上我们的课程呢，开头呢都是先用案例来引起大家的兴趣，好，就像是说故事的方法，然后由这个故事呢来带到它究竟牵涉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所以一开始呢，我们从2件与我国有关的这个诉讼来谈起。第一件呢，被告他为 Y， 原告我们就称为 X。 好，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要介没有办法一一的去了解或这个背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姓名，所以呢，我们就固定原告呢就称他为 X， 被告就称他为 Y， 诉外人呢就 ABCD。 好，那被告 Y 呢是一位日本国籍的男性，他的住所在日本神户。他有一年呢到台湾来观光，在途中呢认识了本件的原告，是我国籍的女性，住所在台北。那在这个旅游途中，2个人呢可能是经由问路啦，或者是介绍台湾的美食啊，或风景名胜啊，相谈甚欢。结果2个人呢感情呢就迅速发展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在旅途中的这种浪漫的这种邂逅，这个就更加的让让大家容易坠入爱河，好，而且又是跨国的恋曲，就增添了浪漫的因素。所以这个日本国籍男跟我国籍女性呢，在旅游的这个途中认识了以后，感情迅速增温，然后2个人呢很快呢就发展为男女朋友，而且论及婚嫁。那这个女生呢就决定把这个男生带回去给他的父母认识。这个父母呢突然有一天，女儿一直问他有没有男朋友，都说没有，可是有一天突然就带回来一个男生，说要跟他结婚，而且更晴天霹雳的是他是日本人。可能这个父母也不知道要跟他怎么样沟通，所以这个爸爸可能在被突袭惊讶之余呢，就开了一个条件，说如果这个日本籍的男性他要娶我的女儿，可以，你必须要在台湾定居，在台湾工作，这样子的话我就把女儿嫁给你。这个日本籍的这个男生呢，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加思索，他有没有考虑清楚，反正当下他就满口答应这个父亲所开的条件，说必须要在台湾定居，在台湾找工作。好，然后这个时候，好，他答应了以后呢，这个爸爸就答应了这2个人之间的婚事。答应了这2个人之间的婚事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我国籍的这位女性 X， 她一定就是开始积极的筹备婚礼，昭告亲友，然后从小到大要穿白纱的这个梦想总算实现，好，总算等到她的白马王子。所以双方呢就分别在台湾
依照台湾的习俗来办订婚典礼，然后也在日本呢，依照日本的习俗，这个依照神道的仪式，在这个神社面前呢，这个办了这个订婚的典礼。所以分别在我国跟日本都办了订婚典礼，都举行了订婚仪式。下一步结婚只是早晚的问题。所以呢，双方的亲友都已经知道这件婚事，但是随着时间的拉长，这个男生呢，这个日本国籍的男性 Y， 随着时间的拉长，他可能开始就考虑到一些现实的问题，气候啦、食物啦，在台湾工作，他能够找什么工作呢？然后收入啦，台湾的这个年收入跟日本年收入的对比等等。好，当然具体它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就一般举例来讲的话，大概考虑到现实面，就会想到这些问题。后来这个男生鼓起勇气，跟这个女生说：“哎呀，我们还是就到此为止吧。”这男生呢，这个从原本被爱情冲昏了头，到这个慢慢的在现实中醒过来，他决定说：“哎，他还是这个不愿意在台湾定居，不愿意在台湾工作。”所以呢，这个激情呢，慢慢的冷却。鼓起勇气跟这个 X 我国籍的女性 X 鼓起勇气跟他说：“哎呀，我们还是就到此为止吧。”这个时候呢，对这个我国籍的女性来讲，这是天大的打击。我们都已经办订婚典礼了，都已经昭告亲友了，然后呢，大家谈论的话题都是结婚的准备、结婚的典礼要怎么样，甚至有讲到以后要生几个宝宝，要在哪里定居了。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头都已经洗下去了，洗到一半呢，他说不洗了。这时候对这个女生来讲，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晴天霹雳。这个简直呢是在跟我的人生开玩笑，气到决定我要告你。好，那各位要了解，订婚呢，举办订婚的仪式，这可是要很大的一笔很大的一笔的花费，时间的准备，而且分别在台湾、在日本飞机票，所以可能亲友坐飞机坐过来又坐过去。所以呢，恐怕这个订婚典礼呢，真的是所费不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日本籍的男性竟然这样子要解除婚约，这个简直是对这个女生来讲，这种晴天霹雳，她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好，那话讲不清楚呢，好，我决定到法院去告你。好，这个呢，日本籍的男性吓了一跳，想说：哎呀，你竟然这个发起火来就要到法院打官司，所以赶快在起诉以后呢，坐了飞机就跑掉了。这个时候，我们在问问题之前呢，先要跟各位说明一下法律的背景。在台湾的民法上面，我们都了解，台湾的民法上面亲属篇对于解除婚约有详细的财产上面的损害赔偿跟精神慰抚金请求的规定。但是呢，在民国100年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修正之前，是没有婚约的规定，是只有结婚离婚。也就是说，我们的民法上面呢，对于解除婚约有详细的实体上面的规定，但是国际司法上面并没有任何的规定。在日本，针对解除婚约，他可不可以请求财产上面的损害赔偿或精神上面的损害赔偿？日本民法是完全没有规定的，国际司法也没有规定。事实上，在世界各国的民法上面，对于解除婚约可以请求财产上面的损害赔偿跟精神上面的损害赔偿，有这种详细规定的，全世界呢只有3个国家：我国、韩国
跟土耳其。绝大部分的国家，不论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国家呢，针对解除婚约是否可以请求精神上面的损害赔偿跟财产上面的损害赔偿，绝大部分国家是没有规定的，只有少数的几个国家，我们刚刚跟各位提到台湾、韩国跟土耳其。所以民法没有规定的话，国际司法通常也不会规定。所以有趣的是，我们的民法有规定，但是国际司法没有规定。日本则是民法没有规定，国际司法也没有规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原告他要起诉的时候，第一个他要考虑起诉的地点在哪一个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起诉的国家，就这个案例来讲，就只有台湾跟日本2个国家可以选择。那我们先讲在我国起诉好了。像我国起诉的话，它在地理上面它有地利之便，但是呢，我们后面会跟各位提到涉外民事事件，我们的法院不能够直接的就依照我国民法来做判决，它要先依照国际司法上面的选法规则，也就是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先去选择准据法。我们刚刚跟各位提到，这个案子如果是发生在旧法之前，实际上这个案例是发生在民国100年新法修正之前，当时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是没有婚约的规定，所以如果在我国起诉的话，我们的法院一查，哎呀，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没有婚约的规定。当然，民国100年以后有了，好，所以在以前呢，一查没有规定的话，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当然，当时学说的多数的见解是类推适用关于婚姻的规定。这时候呢，当然再依照旧规定，准据法如果是我国法的话，那就是我国民法；如果是我国民法的话，这个就有详细。准据法是依照我国民法的话，就表示说我国法院可以依照民法上面来做判决。那我们大概可以预测这个判决的结果，原告 X 应该是会胜诉，所以他可以取得这个财产上面的损害赔偿，还有精神上面的损害赔偿。而且日本籍的被告他已经坐飞机跑回日本了，所以他应该没有出庭，所以依照辩论的判决，原告胜诉的几率就更高了。然后呢，他这个日本籍的被告，他如果也没有上诉的话，那这样子超过上诉的法定期间，这一审这个案子呢，一审就确定。一审就确定了以后，对原告来讲，当然省时省力多了。问题是，我们刚刚跟各位所说的是，他是要请求解除婚约的财产上面的损害赔偿跟精神上面的损害赔偿。那被告已经跑回日本了，所以在台湾呢，被告 Y 如果在台湾境内没有可供强制执行的资产，他没有任何的动产、不动产、存款，这个时候你在台湾告赢了，也没有办法强制执行，没有办法顺利的拿到财产上面或精神上面的损害赔偿。所以这个时候呢，势必原告必须要把我国的确定判决拿到日本，依照日本的强制执行法提起许可宣告执行之诉，请求日本的法院承认我国的民事判决，然后强制执行。这个时候，涉外民事事件在这边就跟纯粹的国内案件有不一样的地方了，因为它多了一道这个外国裁判的承认与执行的这个程序啊，因为必须要到这个被告日本人的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日本去请求强制执行，这时候就有风险了。日本是不是会承认台湾的判决就有风险啊？所以反过来呢，如果原告直接就到日本去告的话，那对这个原告来讲，
因为民事的开庭不是每天开，好，它不会集中的开几次庭，在一个密集的时间就把你这个案子给解决，可能1个月开1次庭到2次庭，所以这个原告呢，想必你要花飞机票的钱、旅馆的钱，然后可能呢下一次庭期可能是1个月以后，那你可能要下1个月以后再来，又要再买1次飞机票，所以这个到日本去告的话，这对原告来讲，他所要花的交通费、住宿费、律师的钱，那就更不得了了。我想各位可以用想象的。所以这个时候会告的赢告不赢还不知道。我们刚刚跟各位所说明的，日本的国际司法跟民法上面都没有关于解除婚约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规定，所以到日本去提告的话，也是有相当的风险。好，所以这个案子呢，他就面临了这个原告，他究竟是要在我国的法院起诉，还是要到日本的法院起诉的这个难题。好，然后他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我们刚刚都已经跟各位做说明，我们就先点到这边，这是第一个案例。